痰比较严重，是有鼻炎是吧？他腺样体肥大吗？对，我们还去查了一下，给我看一下啊，70%啊。70%医生会让你手术吗？医生他只要你有症状，他肯定会建议你手术的。因为我们在成长之后，那个腺会萎缩的。它会萎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在他小孩的时候，只要控制住症状，他不打鼾就不影响了，不影响他大脑供氧，不影响他外貌就行了嘛。手术也是。外貌的原理是啥呀？你长期的张嘴呼吸嘛。牙齿会往外凸。对啊。呼吸危害这么大呀？这边不好，翻来覆去。大便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就比较干净。有的时候比较干，然后手心出汗呐这些。手心出汗就是阳明症嘛，不恶寒反恶热，怕热是吧？怕热。昨天我们都开空调了啊，蹬被子，然后趴着睡，睡觉也出汗是吧？趴着睡。这就很典型的阳明病。好，舌头看一下，舌头这么红了。这个我们都已经形成我们的套路了。就是看过很多这种症状的是吧？三黄汤加那个。三黄汤加麻子仁丸加焦三仙，就这样子。吃中药调理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很快，把它症状控制下去很快，但是呢，它可能会反复，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给它吃上火的东西，尽量不要给它吃上火的东西。他会吃那些油炸的，喜欢吃。那不就是上火了？你长得这么漂亮啊，以后吃多上火的，以后会变丑的，以后就做不了大明星了。你要是经常吃上火的东西，翻来翻去感觉睡不着。让他说话都是有鼻音的。开了2个方，其中一个方呢只有3味药的，有4剂，一天吃2剂，每一剂呢就用100毫升的开水给它泡5分钟，泡5分钟以后呢，把那个药渣给它丢掉，然后那个水就放凉以后喝，一天喝2次，总共4剂就喝2天。后面呢那个药呢就像常规的中药那样煮，所以呢总共呢前面4剂吃2天，后面5剂吃5天，总共是1个礼拜的药，好吧？大家好，我是分享健康的邱医生。现在腺样体肥大呢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小朋友身上因为很多小朋友啊，这带到门诊来看，或者是去医院一检查，哎呀，这个耳鼻喉科一看啊，这个腺样体肥大了，睡觉张嘴呼吸打呼然后呢医生就告诉你，张嘴呼吸呢会导致大脑缺氧长期这样持续下去呢，会影响到你大脑的供氧，导致你的智商下降，专注力下降。而且呢，张嘴呼吸呢会改变你的这个牙齿让你的牙齿往外凸龅牙不好看，都是腺样体肥大的一些危害。他还会告诉你说，这个要赶紧切不切的话呢，后面造成危害，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中医对这个问题怎么认识呢？中医认为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呢是腺样体的肿呢有热的，有痰的有积食的等等的原因。但是呢，其实呢无论是西医的切也好还是中医我们给它清热化痰消食等等它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控制症状，让你不要张嘴呼吸让你不要打呼都是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控制症状。中医跟西医相比呢，中医它可能会更多的去针对你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原因去治疗，比如说你是因为内热你是因为积食你是因为痰你是因为感冒等等这些原因呢，中医更多是针对你的病因去治疗，让你的腺样体缩小，让你不要张嘴的呼吸，让你不要打呼不像西医这样就是简单粗暴，咔嚓一刀一切了，你不就不打呼了吗？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其实呢还是有一部分人做完手术以后仍然会打呼的至于是选择中医治疗还是选择西医治疗在座的各位呢心中都有一个谱。我个人呢从中医的角度目前总结了一些规律腺样体肥大呢多数都有以下的症状：口臭、怕热、出汗多尤其睡觉的时候一睡下去满头的大汗，出汗多，然后呢可能还有这个手心也会发热冒汗，大便也是干的，2-3天3-4天一次就像羊屎一样，然后呢舌头伸出来红红的，在中医里面属于比较典型的阳明病。我个人的一些治疗经验呢，比如说先用三黄泻心汤快速的清热控制症状后面再用这个麻子仁丸加上一些消食的焦三仙等等去给它消食清热。但日常的一个食疗调理呢，我们会使用山楂麦芽饮去给它清热消食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但具体呢是采用哪一种治疗的方法，各位家长呢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去做具体的评估，选中医还是选西医你们心中要有一杆秤。